高海拔地区对汽车发动机的影响，一直是汽车爱好者和旅行者关注的重点，特别是自然吸气发动机在高海拔环境下的表现尤为引人关注。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是依靠大气压力将空气压入气缸，与原油混合后燃烧产生动力。在高海拔地区，随着海拔的升高，大气压逐渐降低，空气稀薄，这对自然吸气发动机的进气量和动力输出产生了显著影响。海拔高度每上升1000米，大气压通常会下降约 10%， 这种气压下降直接导致自然吸气发动机的进气量减少，进而影响燃烧效率和动力输出。实验数据显示，在海拔超过5000米的地方，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扭矩会降低约 15%， 甚至更多。这种动力输出的降低在高原行驶时尤为明显，特别是在需要爬坡或急加速的情况下。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扭矩和功率与气管压力密切相关，气管压力、平均有效压力和发动机输出扭矩三者成正比例关系。在高原低气压环境下，气管压力下降，导致发动机每循环所输出的扭矩降低。为了维持相同的输出功率，发动机需要增加单位时间内的循环次数及提高转速。因此，在高海拔地区行驶时，自然吸气发动机的转速普遍较高，以弥补扭矩的下降。一台 2.0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在平原地区以2000转的转速即可实现的速度，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可能需要4000转或5000转才能达到相同的速度。这种转速的提升不仅增加了发动机的噪音，还可能加速发动机的磨损，影响使用寿命。由于扭矩和功率的降低，自然吸气发动机在高原上的提速和爬坡能力也会明显下降。在满载或需要紧急加速的情况下，即使将油门踩到底，发动机也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动力，导致车辆行驶缓慢或无法完成爬坡任务。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需要成员下车推车以协助车辆前进。尽管高海拔对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影响显著，但 2.0 升自吸发动机仍然具备在高原行驶的能力。对于大多数旅行者来说，高原地区的行驶需求主要集中在日常通勤和旅游观光上。在这些情况下， 2.0 升自吸发动机的动力输出虽然有所降低，但仍然能够满足基本需求，特别是在海拔较低的地方，如2000米或3000米的高度。2.0 升自吸发动机的表现相对较好，提速和爬坡能力虽然有所减弱，但仍在可接受范围内。即使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 2.0 升自吸发动机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高速行驶能力。虽然动力输出减半，相当于 1.0 升自吸发动机的水平，但考虑到日常用车时通常只用到车辆性能的 50% 左右，因此即使在高原上， 2.0 升自吸发动机仍然能够提供足够的动力来维持车速。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发动机的转速会非常高，噪音和磨损也会相应增加，同时加速能力会变差，超车时需要提前预判。与高海拔对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影响相比，涡轮增压发动机在高原地区的表现更为出色。涡轮增压发动机通过增加涡轮增压器来主动增加进气量，从而补偿外界空气稀薄带来的影响。这种主动增压的方式使得涡轮增压发动机在高原地区的动力下降幅度相对较小。涡轮增压发动机通过涡轮增压器压缩空气，提高进气中氧气的密度，使燃烧更充分。这不仅提高了发动机的动力性能，还改善了燃油经济性。在高原地区，涡轮增压发动机能够保持较高的扭矩和功率输出，从而提供更好的加速和爬坡能力。涡轮增压发动机在低转速下就能提供较大的扭矩输出，这对于在不平整路面行驶尤为重要。在高原地区，由于路面条件可能较差，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低扭表现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高海拔对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影响是显著的，特别是对其动力输出的降低和扭矩的减弱。然而 2.0 升自吸发动机仍然具备在高原行驶的能力，特别是在日常通勤和旅游观光等日常需求方面。虽然提速和爬坡能力会有所下降，但通过合理的驾驶策略和档位选择，仍然可以应对高原地区的行驶挑战。与此同时，涡轮增压发动机在高原地区的表现更为出色，其主动增压的方式使得动力性能得到更好的保持。对于计划前往高原地区的旅行者来说，如果条件允许，选择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汽车或者电车可能是一个更为明智的选择。感谢收看本期视频，对于本期视频大家有什么看法？